大家好，我是阿雅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这5个洗碗的坏习惯会增加患癌得病的风险，看看您有没有犯错呢？第一个坏习惯是滥用洗洁精。众所周知，有了洗洁精，多重的油污都可以轻松洗掉，因此成为每家每户必备的产品。可是您是否知道洗洁精的成分呢？市面上最常见的洗洁精，看配料表就会发现，主要为3样：软化水、表面活化剂、食品用香精等。那么，洗洁精的真实成分是什么呢？其主要成分是烷基磺酸钠脂肪、纯醚硫酸钠，然后和与泡沫剂、增稠剂、香精水、色素以及防腐剂共同构成。其中，烷基磺酸钠脂肪和脂肪醇醚硫酸钠都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，它们都是石化产品。如果没有漂洗干净，长期与我们接触，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。而特别重要的是，某些非正规的商家还会在洗洁精里面违规加入甲醛。这些小厂家因为原料生产过程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，只好使用甲醛做防腐剂，保证洗洁精不变质。这其中也不乏成本的考虑。相比正规防腐剂而言，甲醛的价格非常便宜，但是甲醛是不允许添加的，是违法行为，因此他们往往会躲在网络上偷偷销售。特别是某些网购产品，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，价格低得惊人，包邮还买1送1。其实不管它的外包装多么的漂亮，其内部的成分都是劣质的。如果我们买到了劣质的洗洁精，每天与我们餐具接触，吃饭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。有些劣质洗洁精虽然闻上去很香，洗碗的时候却很刺鼻，长期接触还会伤害我们的呼吸系统。小作坊生产伪劣洗洁精是非常容易的，所以购买洗洁精时，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，要选用那种不伤手、无残留，并标注有食品级的优质洗洁精。至于是不是植物的，或者是矿物质什么的，都只是锦上添花。另外，我们在使用洗洁精时也是有讲究的。不管您是喜欢把洗洁精稀释后浸泡餐具再进行清洗，或者是把洗洁精挤几滴在抹布上再进行清洗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一定要彻底的漂洗干净，让餐具上无残留。我们需要用流水多冲洗一下，用温水的效果更佳。清洗完毕后，我们用手把餐具摸一下，没有明显的滑腻感，也没有一点泡沫，就表示清洗干净了。第2个坏习惯是，吃完饭后不立刻清洗碗筷，而是将碗筷浸泡后，等下一餐一起洗，这是特别不好的习惯。有研究表明，碗筷泡在水中不洗，每隔20分钟细菌会增长1倍。温暖潮湿又营养丰富的环境，特别利于细菌的滋生。一旦浸泡时间超过了4个小时，细菌就会剧烈的大量繁殖，达到可怕的数量。其中也会包括黄曲霉素和幽门螺旋杆菌，这些都是世卫组织公布的1级致癌物，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最好是立即清洗碗筷。第3个坏习惯是，清洗完毕后不控水，湿漉漉了就放入碗柜中。试问一句，有多少人会经常清洗碗柜呢？其实碗柜也是要经常清洗的。潮湿的环境是最有利于细菌和微生物的繁殖，更何况家里的碗柜通常还是密闭的环境，有一些铁制品如果不沥干水分，也会特别容易生锈，减少使用寿命。还有我们常用的木质和竹制的筷子，以及木质或竹制的铲子、勺子等餐具，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，特别容易发生霉变，从而滋生黄曲霉素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把洗净的碗筷用一块专用的毛巾，这块毛巾只擦洗净后的餐具，擦干餐具表面的水分，然后自然晾干，再放入碗柜中。第4个坏习惯是洗碗布的错误使用，从不主动更换洗碗布。
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曾发布的《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》里面显示，抹布中不乏大肠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白色链球菌、沙门氏菌等19种条件致病菌。我们洗碗的时候都会用洗碗布，而洗碗布上的微生物就会再次污染餐具，再通过餐具进入人体。所谓病从口入嘛，洗碗布不是说用破了才要换，而是使用一段时间就要换。建议大家，洗碗布最好1个月一换，最少也要做到3个月一换。在我们实际生活中，有些人图方便，一块洗碗布擦完餐桌，再用来洗碗，却不知道这样做会让洗碗布滋生更多的细菌。建议大家洗碗布只用来洗碗，专布专用，避免交叉感染。如果讲究一点，可以买不同颜色进行区分。每一次用完后，不要放在厨房等阴凉潮湿处，特别是不要挂在水槽上的水龙头上面，要像晒衣服一样，挂在通风干燥处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可以在太阳底下暴晒几个小时，用太阳光的紫外线消毒。第5个坏习惯是洗碗布、碗筷、餐具等长期不消毒。消毒杀菌的重要性大家都懂，这里的消毒不是特指消毒柜消毒，即使没有消毒柜，我们也有很多消毒方法。最简单的方法是可以煮1大锅水，把洗净的碗筷放入里面煮10分钟，或者用蒸笼装好餐具，等上大气后足气蒸15分钟。这2种高温消毒的效果都不错，都能有效杀死大多数的细菌和微生物。像我们生活中用开水烫碗，虽然肯定没有消毒作用，温度和时间都不够，起不到杀毒作用，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，至少可以洗掉一部分的洗洁精残留。特别是我们去餐馆去吃饭，用开水冲洗碗筷也是必要的。那么有人就要问了，多长时间消毒一次才合适呢？这个主要是根据天气而来。一般而言，至少1个星期消毒1次。但是如果碰到流感爆发、梅雨季节等特殊情况，就需要每天消毒1次。正所谓健康无小事，一个良好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所谓病从口入，我们要把握好第1关，这5个坏习惯千万不能有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祝愿各位都有好的身体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请您点赞收藏，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阿雅，我们下期见。